关注最新资讯，把握经济脉搏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主要内容：日前，广州公布楼市流量前10榜单，南沙区有4盘上榜，成为上榜盘数最多的区域。传了很久的南沙新政，大概率会在近期后落地，瞄准最具购买力的深圳客。广州区域冷热分化差距加大，市场积极去化促循环，各大片区蠢蠢欲动，等待广州放松楼市。佛山、中山、东莞、肇庆等城市接连出手，限售、限贷、限购等政策正逐步瓦解，松绑潮正席卷大湾区，就连省政府也站出来发话。业界表示，现在压力全到广州南沙这边。上周楼市流量榜揭晓，南沙区有4盘上榜，成为上榜盘数最多的区域，分别为中国铁建海屿西岸、宜德湾上、南沙珠江湾以及岭南星河荣誉。业内人士透露，传了很久的南沙新政，大概率会在51后落地。购房者对待南沙新政的心情，就如同初恋的少女在等待男友，怕他不来，又怕他乱来。事实上，从2020年放开限购后，抢南沙房子的外地只占接近40%，其余60%权是广州人买走。但南沙的库存依旧高企，光靠老广新广远无法消化。因此，南沙即将出台的新政，一定是瞄准最具购买力的深圳客。缺人依旧是南沙最大的痛点。不久前全员核酸暴露了南沙的真实人口数量，精确到100.789人。相比2020年的84.6584人，1年多的时间，南沙就增加了约15.5万人口，尽管保持了流入趋势。众所周知，人口是房地产的长期支撑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若是能够通过松绑楼市顺便抢人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但是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与南沙政府早前230万人的人口规划目标相去甚远。前段时间疫情缓和后的深圳出现了报复性买房现象。根据深圳市住建局的数据显示，从4月1日到10日，一手房成交1113套，二手房成交219套，新房成交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22%。多个楼盘宣布涨价，中介业绩激增，忙到脱水。疫情之下，深圳还是展现了惊人的购买力，将稍微熄火的小阳春点燃，再一次重挫了一众观望的刚需朋友。掏空6个钱包也买不起，大量深圳朋友只能外溢到周边城市。邻深板块中，凤岗普遍3.5万以上，松山湖普遍4万以上，而且新盘供应少之又少。马鞍岛也有项目刺破4万了，相比下来，南沙3万左右的均价，性价比实在高太多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凤岗属于东莞，马鞍岛属于中山，而南沙属于北上广深中的1线城市广州，房产证上写的是广州，而不是非1线城市东莞和中山。南沙的发展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深圳的影子，多核心驱动，庆盛黄阁、南沙湾、明珠湾、横立岛等，同样采用点状布局，网状链接。2015年，国务院正式设立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。南沙新区、深圳前海、珠海横琴同时被纳入。前海第一个住宅项目前海时代一期于2014年11月开盘，当天首推的675套房源全部被抢空，单价在3.9到4.5万一平之间。二期2015年开盘，均价8万一平，仅1年时间价格翻了1倍。哪怕是前海的商办项目，价格也同样不菲。华润悦喜目前均价16万一平。卓越前海1号挂盘突破13万一平，第一批入场前海物业的投资客已获得巨大收益。因此，3年前的深圳豪车围猎南沙楼盘的盛世光景，或许即将重现。南沙地处珠江口，距离广州中心城区约50公里，且与中心城区之间存在大量断裂带，中间是成片的农田和香蕉林。很多人不懂南沙，南沙离珠江新城远，但不妨碍它未来也是一个能和广州正面对杠的副中心。所以，南沙最好的角色就是卫星城，而不是睡城。其实，不是每一个板块的居住客群都得跑到市中心上班。南沙未来的居住客群，并非是到珠江新城上班的人，而是在南沙上班的人。城市的发展路径是多样化的，不一定是常规化主城区向外延伸。只是广州规划是典型的贪多嚼不烂。同样是自贸区，去横琴和前海看看就会知道南沙有多可惜。可以说，
南沙失去了2010到2020年的黄金10年。而因为时间错过的一切，南沙非得用更大的魄力和努力去追去争，否则南沙的前途真的堪忧。不过，南沙独有的背山面海的地理位置，是整个南沙最为宜居的高端住宅区。山海景观突出，可以看海，地处珠江入海口，虽然海水比较黄，但永久无遮挡。附近有南沙天后贡、南沙客运港、南沙邮轮母港。客运港的船次往返香港中港城和香港机场码头，和香港往来非常方便，所以也有不少香港人来南沙买房。南沙区目前去化周期达到26个月，是所有区域中压力最大的。南沙区人口基数少，新建项目多。南沙区是需要更多政策支持和外来人口进入的区域，同时也是政府打造的重点发展区域。南沙5·1黄金周新推项目少，一方面是由于库存积压，另一方面预计部分原因是在较多大湾区城市政策有所松动下，南沙项目在等待政策的曙光后再推新。近1个月，无论是高层还是地方，均陆续表态支持房地产健康发展的。大湾区4个重点城市都各自因城施策，在一定程度上松绑了楼市，整体的交易预期活跃有了一定的提升。但作为1线城市的广州还未放大招。广州今年5·1楼市整体表现为区域板块继续分化，冷热不均，大部分项目都在积极搞活动，让利优惠，吸引客户入场。2022年5·1假期，广州开盘数量与2021年5·1持平，实际推出2823套住宅，仅达到近5年来的平均水平2900套，推货量比2021年5·1假期减少14.48%，但今年5·1首日去化率为30%，相当于去年5·1一半的水平。主力供货区仍然是增城702套，其次是番禺490套和花都300套。广州中原研究发展部认为，今年5·1推货有所减少，整体去化率较2021年5·1去化率低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一季度广州新房网签20207宗，同比跌39%。一季度成交放缓，导致广州新房库可售存量抬升，目前已达1090.8万平方米，处于近3年高位，库存去化周期提升13.7个月。因此，不少项目手上在售货量仍相对充足，5·1以消化此前已获取预售证的存货为主。例如，南沙去化周期已经高达26个月，本次5·1总推新货量仅有256套。第二，目前疫情反复，广州白云区和花都区疫情相对严峻，楼市受到较大的影响。本次上述区去化率也不太理想，同时也影响大势的去化和推新进度。根据数据显示，5·1期间白云新货250套，首日去化率不足15%，而花都新货量有300套，首日去化率不足10%。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客户前往售楼部看房，进而影响成交。第三，广州的部分开发商也在等待政策松动。目前，全国超80城市已经对楼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松绑，尤其是在5·1前，佛山、东莞、惠州和中山政策有所松动，因此有部分项目推货计划延后。目前有8个项目处于收筹阶段，进而也会影响整体的开盘量。第四，本次有19个项目开盘或新推货选择5月1日当天开盘。适逢5·1下雨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客户外出看房意愿，进而或减少首日的去化率。板块方面，今年5·1共有20个板块开盘或加推，板块分化的情况愈加明显。有些板块去化率100%，还未开盘就已经认筹完，而有些板块去化率仅为个位数。因此，建议客户在置业时多方研究、了解、求证，看好未来趋势再下手。去化前时的板块较为受购房者青睐，这些板块要么是老城区的寸土寸金的地方，要么是各区重点发展的板块。这些板块新增项目供应少，而各方面配套又较为完善，物业保值增值性相对较高，但对客户的资金要求也较高。虽然高层频繁吹暖风，也表态房地产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。广州周边兄弟城市也在5·1之前释放大礼包，广州还在等待政策的出台。5月5日首次集中土地也有不错的表现，
预计高层会根据广州五一市场反馈和土拍情况来决定广州因城施策、因区施策政策的落地。而广州疫情反复，白云区、花都区遭受疫情影响相对严峻，整个城市楼市也会受之影响。因此，稳楼市就是稳住经济。从五一各个项目的活动来看，活动内容丰富，特惠房项目诚意满满，建议想要买房的朋友可以及时入市。此外，个别热门板块的楼盘已经策划涨价的计划，如果政策利好一旦落地，开发商会收回优惠活动，此时购房就会损失不少的资金。建议有心入市的朋友赶紧在政策窗口期看房、选房、上车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，欢迎订阅并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